我带着200名泥瓦匠兄弟，3年如一日坐老王的大巴进城干活，将老王原本快倒闭的中巴司机硬生生捧成了村里第一个住洋楼开大奔的。结果他转头就嫌我们满身汗臭，非要涨我们5块钱车费。我找他理论，他却冷笑一声：“林晨，化工厂的通勤合同我马上就签了，人家那是体面人，喷的是香水，你们这些泥腿子做一次，我得刷半天车，这种脏生意我不做也罢。”我愣了愣，看来他不知道化工厂的副厂长是我的亲妹妹。老王，今儿这车真气派，快开门，哥几个赶着去城西工地上大梁呢。哎，站住！李大锤，谁让你直接往里冲的？看看你那鞋底子，厚厚的黄泥汤子。我这可是刚换的高级仿皮座椅，一套好几千，蹭坏了你赔得起吗？老王，你这啥意思？咱们都做3年了，以前不都这么上的吗？大不了我上车多拍拍土呗。哼，以前是以前，现在是现在。从今天起，单程票价涨5块。还有，你们这些脏的要死的尼龙袋、工具箱，一律不准带上车厢，必须全部塞进底下的行李舱。每个行李收5块钱占位费。上车之前，所有人必须在门口这块塑料垫上把脚跺干净。谁要是把泥带进来，罚款50。老王，你这不是诚心欺负人吗？一张票涨5块，再加上行李费，咱们这一天来回就得多花20块。咱们进城干活哪能不带工具？你这占位费收的没道理啊！此时人群中的我排开众人，走到老王面前，我看着他内心平静的出气。3年前，他因为还不起买中巴的贷款，在村口愁得要上吊，是我组织这200号兄弟跟他签了长期包车协议，不仅预付了半年的票钱，让他还了债，还利用我们劳务队在信用社的流水，帮他做了担保，他才买得起后续的客车。老王，做生意讲究个先来后到，更讲究个信义。这3年，我200个兄弟雷打不动坐你的车。当初你买这几辆车的时候，是谁给你签的稳定客源保证书，让你在信用社拿到的低息贷款？你现在腰包鼓了，就要反过来坑当初帮你的人。林晨，少拿老黄历说事儿。以前我是没得选，只能拉你们这帮泥腿子，但现在不一样了。现化工厂的通勤班车项目，我可是进了初审名单的，只要签了那单子，我以后拉的都是穿白衬衫的干部和厂领导，人家那是体面人。你们坐在车里那股子汗酸味和泥腥味，万一熏着了人家，弄丢了我的合同，你林晨担待得起吗？人家化工厂审核组说了，要的是服务过大规模团队且信誉分高、稳定性强的承运商。我老王现在是有档次的人，至于你们，既然嫌贵，那就去镇上挤那个1块钱的旧公交啊。虽然慢个1小时，但反正你们这些干苦力的时间又不值钱，在那儿坐着干等不也是等吗？我听着这些话，突然觉得有些好笑。他根本不知道，化工厂审核组看到的所谓高信誉、零投诉的合作记录，全是因为我林晨在每一张月结单上亲手签下的满意评价。没有我那200个兄弟的配合，他那台破车连最基本的运力稳定性审查都过不去。行，老王，既然你这么追求体面，那这笔生意我们也就不做了。大锤，我现在就带兄弟们去邻村坐小李的车，虽然远点，但起码人家把咱当人看。林晨，你有种！别以为离了你们我就转不动。等我明天把化工厂的合同签了，这大槐树村你们求着我进，老子都嫌路颠。咱们走着瞧，看看谁才是这村里的天。他冲上车，猛地拉上车门，豪华大巴喷出一股呛人的黑烟，呼啸着离去。留在原地的兄弟们看着那一地尘土，脸色阴郁到了极点。而我拿出手机，按下了妹妹林青的号码。她是县化工厂主管行政后勤的副厂长，也是这次通勤班车招标的主审官之一。青子，有个事儿，我得跟你说实话。老王不仅在车费上动了歪心思，他甚至想把我们从村里的生活圈彻底边缘化。在大槐树村的村头，有一家专门给进城务工人员提供早点的摊子，摊主叫刘麻子，是老王的正牌小舅子。原本为了照顾工友，我跟刘麻子谈好了10块钱每人包子稀饭管饱。可今天当200号兄弟习惯性的走过去时，却发现案板上贴出了一张崭新的告示。林老板，不好意思啊，规矩改了。我姐夫昨晚说了，你们这帮人胃口大的离谱，一个顶人家3个。以后包子每人限狗2个，稀饭续碗1块钱，而且前面的红木桌子不给你们坐了。你们这帮人带的泥灰太多，影响我这儿接待湖畔露营地的高端客户。我顺着他指的方向看去，路对面确实多了2辆打扮的花里胡哨的越野车，几个穿着昂贵户外服的男女正对着我们指指点点。老王此时正站在那群露营客中间，点头哈腰的递着矿泉水，那副谄媚的嘴脸和刚才对待我们时的狠厉判若两人。各位老师，别理这帮干粗活的，都是村里的混子。待会儿我开新车亲自送你们去湖畔，咱们那大巴可是星空顶，绝对体面，保证不让这些脏东西脏了各位的眼。老王，这些工人吵吵闹闹的，
空气里全是粉尘和臭汗味儿。要是以后还是这样，我们那个研学团可就不选你们这儿了。老王一听魂儿都快吓飞了，这可是他攀上高端圈子的敲门砖。他转过头，像发了疯的恶犬一样指着我们咆哮：林晨，听见没？人家城里来的贵客嫌你们碍眼，赶紧带你的人滚到后山那条老垮路去，别在这儿挡着人家的风景。还有刘麻子，把剩下的包子都收起来，等会儿专家们要吃现蒸的，这帮泥腿子吃点生的就行了。老王，这地儿是村里的公共场，这早点摊也是咱们养活起来的，你凭什么为了讨好几个外人就把我们当畜生使唤？凭什么？就凭我马上就是化工厂的签约承运使，就凭我这几台大巴是县里挂名的创业典型。你们这帮人一顿饭吃3碗米，除了卖力气还能干啥？对村里有啥贡献？人家露营客一顿饭消费好几百，还能给咱们引流。你们这种低端客户不做也罢，赶紧滚，别影响了我的大生意。老王，你觉得你攀上了露营地的老板，拿到了化工厂的入场券，以后就是城里贵人的座上宾了？你知不知道，那个湖畔露营地的所有湖泊工程、观景木、灌道，甚至是你现在引以为傲的那条进场柏油路，谁带着200个兄弟顶着40度的高温，一砖一瓦铺出来，那又咋样？拿钱干活两清了，人家老板有钱那是人家的本事，你们现在在这儿就是影响美感，识相的赶紧消失。好，既然你觉得我们碍眼，那我们就彻底消失。村长，我是林晨。按照3年前签订的乡亲互助协议，由于承愿者王大富单方面违约并歧视本村劳务群体，我代表星辰劳务社正式申请撤回对他车队的村口经营区位授权。另外，我要求即刻解除对他村口公共摊位的主租合同。老王的脸色瞬间僵住了，他没想到竟然还要直接掀了他的摊子。林晨，你拿张破纸吓唬谁呢？那协议都签了3年了，早就是废纸一张了。我现在有县里的关系，你以为村长会听你的？老王，你可能忘了，3年前这片地之所以能让给你小舅子开摊位，是因为我代表200个兄弟向村里写了保证书，承诺所有的日常餐饮消费全部留在村里。没有这份保证书，你小舅子那个摊位按规定半个月前就该拆迁了。老王的小舅子刘麻子一听，手里的漏勺哐当一声掉在地上。老王，我给你1个晚上的时间考虑，把多收的票钱退了，给兄弟们道个歉，否则明天化工厂讨查团来的时候，你失去的可就不只是这几张车票钱了。做梦！我老王这辈子就没向泥腿子低过头，明天咱们看谁先死！他疯狂地冲上大奔，咆哮着开向镇上。他不知道化工厂的审核单之所以能发到他手里，是因为他单子后面跟着一份星辰劳务队的3年稳定合作信用评估，那是他拼命想甩掉的泥垢，也是他能在化工厂混口饭吃唯一的勋章。另一边，村长陈富贵看着桌上那份按满了密密麻麻红手印的撤回授权申请书，叹了一口气：林晨啊，这事儿闹这么僵，对谁都没好处吧？老王他也就是一时嘴快，想攀个高枝。大家都是同村，抬头不见低头见的。村长，不是我想闹僵。3年前，老王欠了一屁股高利贷，是兄弟们拿命在工地上换来的钱，预付了半年的票款救了他的命。现在他腰包鼓了，就觉得兄弟们脏了。他嫌弃的不是我们，他是嫌弃他那段当穷人的过去。这种人如果不让他疼一次，他永远不知道什么是本分。先这样吧，改天我找老王谈谈。第2天，老王没有去县城，而是开着新买的那辆奔驰越野车，拉着2辆还没上牌的豪华大巴，浩浩荡荡地回到了村口。老王，这车得不少钱吧？30万的定金，尾款还有100来万，这叫档次。化工厂那些领导是什么身份？人家那叫高学历人才，不弄这种星空顶怎么配得上人家的档次？至于那帮人，看到没？那帮人坐我的车，简直是对这皮座体的侮辱。我这车以后1扇窗户的维护费都抵得上他们1个月车钱。林晨那小子不是狂吗？我倒要看看他今天怎么把这200号人运进城。此时我正带着李大锤等几个核心骨干在路边的一个阴凉地等着。200号兄弟整齐地排成4队，虽然大家心里都有些打鼓，但看着我淡定的样子，谁也没吭声。哟，林大老板，还没等到车呢？别等了，方圆50里除了我老王，谁敢接你这200号人的大单？我劝你啊，赶紧带着这帮泥土块给我跪下认个错。只要你承认你林晨是个没本事的怂包，我或许能发慈悲，开我那辆拉猪的旧中可拉你们一趟。李大锤气得满脸通红，正要上前理论，被我一把拽住。老王，车是好车，但你算过没有？这2台车加上贷款利息，你每天睁眼就得还银行将近3000块。你那个所谓的化工厂大单如果签不下来，你这些星空顶怕是只能用来在梦里照亮了。签不下来？笑话！我老王在县里走南闯北这么多年，关系硬着呢。你以为你撤个背书就能吓住我？
我告诉你，我今天特意约了2个城里大客户，等化工厂考察团一来，看到我服务的都是高端人群，那合同还不是手到擒来？正说着，路对面那几个穿着名牌冲锋衣的游客提着行李箱走了过来。2位老师慢点，车里开了空调，香着呢。老王谄媚地把人迎上车，临关门前，他还不忘回头，对着我们这些工友做了个极其恶劣的鄙视手势。大巴车呼啸而过，故意在经过一个泥水坑时没减速，烂泥的水花溅了几个兄弟一身，连干净的工服都弄脏了。兄弟们终于憋不住了，纷纷破口大骂，而我抹掉领口的一点泥点，眼神里没有怒火。大锤，告诉兄弟们别急。老王以为他买的是通往富贵的阶梯，但他不知道，在他为了那几个露营客而羞辱这200号劳务队兄弟时，他已经亲手砍断了自己唯一的现金奶流。200名小工，每天每人来回10块钱的车费，看起来是小钱，但放在老王这种乡村运输户身上，是1个月6万块的纯现金流。老王为了追求所谓的体面，为了那2个一顿饭只能让他赚50块钱的露营客，硬生生把这1个月6万的保命钱给推开了。就在老王的车带着星空顶得意洋洋地消失在山道拐角时，3辆虽然外表有些陈旧，但洗刷得极其干净的大巴车缓缓驶入了大槐树村。领头的司机是个30出头的精干小伙子，叫李卫东，他是隔壁邻村的，以前一直想进村拉活，却总是被老王带着几个地痞给拦在外面，甚至连车胎都被扎过。林老板，咱们没迟到吧？准时，辛苦了。兄弟们，从今天起，李师傅的车队就是咱们劳务队的专属车辆，票价不涨，反而每人便宜1块钱。另外，李师傅承诺了，每辆车上都备了免费的藿香正气水和凉茶，大家放心坐。林老板还是有办法，这就叫公道自在人心。老王那个白眼狼，让他守着他的皮座椅过吧。李师傅，老王那人报复心重，你最近跑车多留个神。另外，车上那个信誉评价表一定要让兄弟们每天都填，这不只是为了监督，更是为了以后给化工厂看实打实的数据。林老板您放心，您带着兄弟们帮我打开了这村里的门，我李卫东要是干不好，我没脸见祖宗。就在兄弟们有序上车的时候，老王的小舅子刘麻子在路对面看的眼珠子都快掉出来了，他赶紧拿出手机给老王打过去。姐夫，不好了，凌晨那小子真把外村的车叫进来了，还是3辆，工友们全上了人家的车了。哼，上就上呗，几百块钱的小买卖随他去。我现在正陪着露营地的2位大老板在湖边选址呢，人家说了，只要我这班车服务的好，以后整个露营基地的接送业务全包给我，那才是大钱。老王此时正沉浸在跨越阶层的幻觉中，他看着露营地那几个城里人斯斯文文地喝着手冲咖啡，觉得自己也是其中一员了。可他没算过一笔账，他那2辆新车1天的贷款、油费加上司机的工资，开支就在3500，而他拉这2个露营客顶多收几百块。如果化工厂的大单不能在3天内签下来，他的现金流会像决堤的洪水一样瞬间干涸。反观我这边，我坐上小李的车，看着后排正在兴高采烈讨论今天工地的兄弟们。陈哥，咱们这么做真能把老王那单子给搅黄了？大锤，咱们不是在搅黄他的生意，咱们是在通过末市场的选择教他做人。老王想攀高枝没问题，但他千不该万不该，在攀高枝的时候想踩着咱们的骨头当垫脚石。车子平稳地驶入化工厂的办公区，我下车时正好看到一辆黑色的公务车停在办公大楼门前，那是我妹妹林青的车。她下车时不经意地扫了一眼我们这支整齐划一、精神抖擞的劳务队，嘴角微微上扬。而她此时办公桌上正放着老王那份的高端化服务申请。下午2点，老王坐在化工厂2楼的走廊排椅上，一名年轻的办事员从会议室出来，语气冷淡：“王大富，进来吧。”老王如获至宝，满脸堆笑地挤进会议室。他还没看清主位上的人，就开始忙不迭地弯腰。各位领导辛苦了，我是顺达车队的王大富。咱们的新车，各位上午在村口也看到了吧？绝对是县里顶尖的，拉咱们厂的专家和技术员绝对不丢面子。林青坐在中央，手里翻着老王的申报材料，甚至连头都没抬。王队长，我们要的是稳定性。你这材料上说，你长期为星辰劳务队提供200人的运输服务，且零事故、零投诉。但据我们今天上午收到的反馈，你的老客户似乎已经集体流失了。领导您是有所不知啊，那帮干粗活的素质太低。我原本想带他们致富，可他们不仅弄坏我座椅，还天天闹事儿。为了咱厂形象，我主动断了合作，就是想留出最干净高端的空间嘛。你的意思是，为了追求所谓的高端，你单方面撕毁了与200名劳务人员的长期协议？领导您想啊，要是咱们厂的技术专家跟那帮泥腿子挤一辆车或者并排停在村口，那多掉档次。我已经把路封了，专门给专家们留出一条贵宾通道。王大富，我们县化工厂是大集体改制企业，我们的根基是劳动者光荣。你口口声声说别人是掉档次，那我问你，如果没有这帮人在烈日上流汗，这厂房是谁盖的？这官网是谁铺的？老王愣住了，他看着林青那张严厉的脸，冷汗瞬间顺着后脖梗流进了西装里。还有你申报材料里提到的那个3年零事故背书，
我们刚刚接到了星辰劳务社的正式公函，他们已经撤销了对你的一切信用担保，理由是程宇人人格缺失，单方面违约。没有了这一条，你所谓的成功案例就是一张白纸，你的资质初审已经不合格了。不，领导，你听我解释，都是林晨那个小畜生使坏，他就是嫉妒我要发财。他一个带着人卖力气的，他懂什么管理？他就是想报复我。王队长，注意你的言辞。林晨同志不仅是我们厂扩建工程的优秀承包商，更是县里重点表彰的带头致富能人。你说他在使坏，那你告诉我们，你为了攀高枝而歧视乡亲的行为，也是他逼你的吗？老王瘫坐在椅子上，大脑一片空白。他拼命想去够那个公文包里的购物卡来献殷勤，却发现自己的手抖得根本使不上力。最后一项，我们在湖畔露营地的随机走访中发现，由于你为了讨好游客而恶意驱逐施工人员，已经引起了当地村民的强烈不满，甚至发生了口角冲突。这种极度缺乏社会责任感和群众基础的程宇商，我们厂不敢用，也绝不会用。散会。老王坐在空荡荡的会议室里，耳边全是那句资质不合格。他看着桌上那些废纸一样的宣传册，突然想起他那2台星空顶大巴，明早就要交第一笔3万块钱的季度贷款利息了。而此时的他，账户里只有不到3000块钱。林晨！最后，他只好灰溜溜地钻回了他那辆星空顶大巴。但他这种人是不见棺材是不掉泪的。他坐在驾驶位上，一边猛灌矿泉水，一边咬牙切齿地自我安慰：化工厂那帮当官的眼光不行，那是他们没福气。老子还有湖畔露营地这条线，只要抓紧了那些城里来的贵客，一年照样轻轻松松挣个几十万。哎，张总，是我啊，小王，您那边的接送业务，咱们之前不是说好了吗？我这新换的大巴，全真皮按摩椅，专门为您那些高端会员准备的。王队长，接送的事儿我正想找你。我听说你今天早上在村口把修木栈道的那帮工友给赶下车了。张总，您听我解释，那帮干哪水活的身上那味儿确实重，我这不是为了给咱们露营地的贵宾腾地方吗？要是让城里那些细皮嫩肉的游客跟他们挤在一起，那不是砸了咱们高端露营的招牌吗？砸招牌？王大夫，你可能忘了，我这露营地当初之所以能在1个月内抢工期建好，全靠林晨带着那200个兄弟在暴雨里轮班干出来的。你现在嫌人家脏，那你拉客的路也是人家修出来的，你开进去不觉得脏吗？张总，我不是那个意思。行了，别解释了。我刚刚接到星辰劳务社的函文件，林晨已经撤销了对你车队的信誉担保。他说你由于人品问题，不具备承担大型项目接送的安全稳定条件。既然连林晨都不保你了，我这个露营地更不敢用你这种端起碗吃饭放下碗骂娘的人。张总，你听我说。老王呆呆地看着被挂断的手机，整个人如遭雷击。他为了迎接这些高端游客，可是刚找村里的高利贷王瘸子借了5万块钱的流动资金，买了最贵的香薰，换了最好的内饰。现在露营地的活没了，他这钱往哪儿挣去？就在这时，路对面传来一阵熟悉的引擎声。我正带着那200个工友悠闲地坐在小李车队的大巴上，有说有笑。李大锤甚至故意降下车窗，对着老王招了招手：老王，听说你要接贵客，贵客在哪儿呢？要是没客，要不你开你那星空顶去帮咱们拉2担水泥？滚！都给我滚！林晨，你别得意，你以为你断了我的活路我就没招了？老子就算把车卖了，也比你这帮泥腿子有钱。老王，车是拿来用的，不是拿来装的。这3年来，兄弟们每人每天给你10块钱票钱，200个人一天就是2000，一个月就是6万。这6万块钱现金，是你买房、买车、供儿子上学的底气。你为了那2个一顿饭只能让你赚50块钱的贵客，亲手把自己的底气给掐灭了。这叫什么？这叫自作孽不可活。老王看着我，眼里终于透出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恐惧。他那简单的脑瓜子终于算清楚了这笔账。他那2台豪车的贷款利息，一天就要还将近3000。没有了这我们200个工人的稳定票钱，他连一天的利息都掏不出来。林晨，陈哥，我刚才是胡说八道的，你让兄弟们回来成不？票价我也降5块，我给每人打包华子。老王，不用了，刚才你说了，离了我们这帮泥腿子，你也照样能活。那你就活给咱们看看，这星空顶下到底能不能照亮你的大富大贵。
大巴车呼啸而去，留下老王一个人站在路边。那一瞬间，他觉得自己不仅丢了合同，更丢了一种在这片土地上立足的尊严。他那个金碧辉煌的梦，终于他的连渣都不剩了。老王的日子在丢掉露营地合同后的第3天彻底崩盘了。在农村，消息传得比风还快。原本那些讨好老王，想让自家孩子去大巴车上当乘务员的家长们，一听说老王被化工厂和露营地双双拉黑，瞬间就换了副面孔。早上6点，老王家那栋漂亮的3层洋楼门前，不再是宾客迎门，而是围了几个凶神恶煞的汉子，领头的正是村里的王瘸子。他手里拎着一张借据，不停地拍打着老王家那扇紧闭的大铝合金门。王大富，你少在里面装死！当初你说只要签了化工厂的合同，10天就还我那5万块，现在合同黄了的事儿全村都知道了，你那大巴车也停在院子里不敢动了吧？今天要是拿不出利息，老子就把你那星空顶给拆了，拿去抵债！老王躲在2楼的窗帘后，手里死死攥着手机。他已经给那几个所谓的超市中层领导打了无数个电话，可对方不是关机，就是正在通话中。他原本以为那些陪吃陪喝、送烟送酒攒下的人脉，在合同失效的那一刻，全成了过眼云烟。爸，要不咱们去求求林晨吧。老王的儿子王小龙缩在沙发上，脸色惨白。我听说李大锤他们现在坐小李的车，每天进城还能喝上免费的冰镇凉茶。林晨说，只要大家听他的，今年工钱还能再涨2成。咱们要是再不低头，这车贷款真的要把咱家给吸干了。放屁！老子就算去讨饭，也不向那个泥腿子低头。林晨算个什么东西？他不就是认识几个字儿，会哄得到干活的吗？老子就不信，除了他，我就找不到别的生意。就在这时，村口传来一阵喧闹声。老王顾不得门外的债主，再次爬到窗边往外看。只见3辆写着星辰劳务队专属班车的大巴车缓缓驶入村子。车虽然不如老王的新，但每一辆都装上了全新的空调系统和舒服的绒布坐垫。李大卫正带着200个兄弟，正有说有笑的排队上车。我站在车门口，手里拿着一份名单，正在跟每一个上车的兄弟打招呼。林晨，你别得意，你带外村的车进村，坏了村里的规矩。你以为你能护住这帮泥腿子一辈子吗？老王，规矩是人定的，更是人心定的。这片地的停靠权，村里已经正式授权给了劳务社。你要是觉得不服，大可以去镇上投诉。不过我提醒你，银行的催收函估计中午就到了。你与其在这儿冲我喊，不如想想你那2台大巴的纸折节费还能撑几天。老王哑口无言，他看着那200个兄弟有序的上车，看着他们手里拿着我发的免费早点，看着他们脸上那种有了着落的踏实感，他第一次意识到，他那个所谓的老板壳子轻得连风都吹得走。老王，离了这帮泥腿子，你其实什么都不是。我丢下最后这句话，坐上了领头的车。大巴车发出一声轻快的轰鸣，消失在村道的尽头。老王瘫坐在地，听着楼下王瘸子更加剧烈的砸门声。他突然想起3年前，他也是这样被债主逼到绝境。是我带着这200个兄弟，提前预付了全年的票款，把他从上吊的绳套里拉了出来。可他亲手砍断了那个拉他上岸的恩人县化工厂行政办公大楼。老王今天豁出去了，他东拼西凑，甚至卖掉了老婆的金项链，换了最后2000块钱现金，又去礼品店买了2盒包装精美的燕窝，想做最后的拯救。先前他无意中打听到化工厂的副厂长就是大怀村人，所以他坚信只要能见到那个传说中的副厂长林青，一定能把合同抢回来。林厂长，您就见见我吧，我是大槐树村的小王啊，咱们小时候还一块在田上抓过泥鳅呢。王大富，我们林厂长正在开会，关于你的资质问题，初审报告已经写得很清楚了。你走吧，别在这儿影响办公秩序。误会，全是误会啊，领导，这都是林晨那个小人坏我的名声，他嫉妒我要在县里出名，故意带着人闹事儿，想以此要挟我。您看，这都是一点小意思，您帮我在林厂长面前美言几句。王大富，你在骂谁是小人？一道冰冷且熟悉的声音从老王身后响起，老王猛地转过头，瞳孔瞬间收缩。只见我手里拿着一份化工厂扩建2期的技术图纸，正大步流星地走过来，而在我身边还站着几个化工厂的技术部主管，大家对我都极其客气。林晨，你怎么在这儿？我是来找我妹妹对图纸的。哈哈哈！你妹妹，林晨，你失心疯了吧？你一个带人搬砖的，你妹妹能在这种地方？她要是副厂长，我老王就是大领导。你这臭小子，为了长脸，真是什么谎都敢撒！就在老王笑得前仰后合的时候，办公室那扇厚重的实木门缓缓打开了。林青穿着一身利索的白色职业西装，面若冰霜地走了出来。他连看都没看老王一眼，直接走到我面前，自然地接过了我手里的图纸。
语气亲昵却带着心疼。哥，你怎么又亲自过来了？让大锤送过来不就行了？看着一身汗。空气在那一瞬间仿佛彻底凝固了。老王指着我们的手指僵在了半空中，他手里的燕窝袋子的一声掉在地上，摔得粉碎。林厂长，你刚才叫他什么？王大富，我叫他哥，有什么问题吗？你不就是那个嫌我哥身上有汗臭味儿，觉得我哥带出来的劳务队掉档次，还要多收人家5块钱行李费的高端程允奢吗？不是这样的，林厂长，您听我解释，我是为了工厂的形象啊！闭嘴吧！你的申请单之所以能进初审，确实是因为那上面的3年零事故记录吸引了我。但我问过我哥了，他说这3年里你的车抛包了是他修的，你没钱加油是他借的，你被债主堵门是这200个兄弟凑钱帮你还的，而你给他们的回报就是嫌弃他们脏。像你这种连自己恩人都能随意践踏的人，我林青要是敢把厂里几百个专家的命交给你，我就是对自己职业的不负责。把这个人带出去。从今天起，化工厂及其下属所有的基建项目永远不接受王大夫及名下车队的任何招投标。还有，把你这些脏东西带走，我们厂不收垃圾。林晨，陈哥，我错了，你帮我说句话呀！看在同村的情分上，看在我教了你这么多年陈哥的份上。我没有回头，这种人当你帮他的时候，他觉得你是欠他的；当你不再帮他的时候，他觉得你是在害他。我跟着林青走进办公室，窗外老王那辆昂贵的星空顶大巴正被拖车缓缓拖向银行的罚没停车场。因果报应，这一刻终于圆满了。从县化工厂行政大楼出来的时候，老王整个人像是丢了魂儿，他手里死死拽着那两盒被摔碎了包装的燕窝，失魂落魄地走到马路边，还没站稳，手机就像催命符一样疯狂地响了起来。喂，王大富，你还想躲到什么时候？王哥，您听我解释，化工厂的合同出了点小岔子，只要给我3天时间，不，2天。放你的屁！全县的运输圈子都传开了，你王大富被化工厂永久拉黑了，还想要2天？老子现在就在你家洋楼门口，你要是半小时内不出现，我就先把你那2台星空顶的玻璃全给砸了抵债。电话被猛地挂断，老王脚下一软，直接瘫坐在路牙子上。然而就在这时，一辆熟悉的大巴车平稳地停在了老王面前，那是小李的车。车窗缓缓降下，李大锤那张憨厚却写满了嘲讽的脸露了出来。哟，这不是王大老板吗？怎么坐在马路牙子上数蚂蚁呢？你那奔驰越野呢？你那星空顶呢？该不会是没钱加油了吧？车里的200个兄弟发出一阵哄堂大笑，那种笑声在老王听来比刀子割肉还要疼。我坐在副驾驶，居高临下的看着老王。老王，我提醒过你，在这个村子里，汗水比香水更值钱。李晨，陈哥，求你救救我，我给你跪下了！你让兄弟们回来坐我的车，我1分钱不要，我给他们当司机。只要你能让化工厂把那单子给我，你让我干啥都行。老王，合同已经签给小李了，这是化工厂的决定，也是这200个兄弟的选择。你当初嫌弃他们脏的时候，就该想到有这一天。小李一踩油门，大巴车轰鸣着驶离。后视镜里，老王像个弃子一样坐在尘土飞扬的马路边。回到村口时，老王家已经彻底乱了套。王瘸子带着几个壮汉，正指挥着一台拖车，强行要把那2辆还没上牌的观光大巴拖走。老王的小舅子刘麻子正坐在地上，一边拍大腿一边哭。他那个早点摊已经被村委会的人给封了，理由是非法占用集体土地，且存在歧视劳动者的严重投诉。此时人群里有人喊了一嗓子：“老王回来了！”老王刚下出租车，就被王瘸子一个箭步冲上去，揪住衣领，啪啪就是2个大耳刮子。王大富，你个丧门星，害得老子差点信了你的邪！啊！赶紧把房本能交出来，不然老子今天就让你知道什么叫血本无归。村民们围成一个圈，指指点点。曾经巴结老王，想让孩子去他车上干活的邻居们，此刻不仅没一个上前帮忙，反而全是幸灾乐祸的冷嘲热讽。早就看着王大富不是个好东西，有了俩钱就不知道自己姓啥了。就是，连林晨这种大恩人都敢坑，活该他倾家荡产。老王瘫在地上，一句话都不敢说。大巴车被拖走的第2天，老王消失了。有人说他在镇上的小旅馆躲债，有人说他在筹钱准备跑路。但第3天清晨，当200个兄弟再次聚集在村口，准备坐车进城时，老王又出现了。这一次，他穿着一件破旧的跨栏背心，脚下踩着一双沾满烂泥的胶鞋，手里拎着一根粗大的撬棍，正死死地守在村口那个原本属于他的停靠点。谁也不准过！这地儿是老子的，这路是老子当初带头修的。林晨，你有种就从小李车底下滚过去，
不然老子今天就跟你们同归于尽！李卫东有些为难地看向我，毕竟老王现在这副样子，真要是拼起命来，确实是个麻烦。我推开车门走下去，李大锤等几个壮汉立刻护在我身后。我站在老王3米远的地方，看着这个已经彻底疯魔的男人。老王，这地儿是村集体的，授权书已经在村长那儿作废了。你现在这么闹，除了能让你在看守所多待几天，没有任何意义。意义？老子家都要没了，还要啥意义？林晨，算我求你了，你让这帮兄弟分出一半来坐我的车，我只要100个人，票价我减半，我1分钱不赚，全用来还贷款。只要你不绝我的路，我王大富以后给你当牛做马。老王，规则就是规则。当初你嫌弃兄弟们吃得多，嫌弃他们汗味重的时候，你就已经亲手把这个当牛做马的机会给杀了。现在你想回来吃回头草，你问问这200个兄弟，谁愿意再上你那辆高端的车？嫌老子脏，老子还嫌你的心黑呢。就是跟着林老板干，有尊严，有热茶，有盼头，跟你干还得看你那副死脸色。老王听着这些声音，手里的撬棍无力地垂在了地上。这一刻，他终于明白，他失去的不仅是那几张钞票，更是这一整片土地对他的信任。在农村丢了信义，就等于丢了命根子。林晨，你真的要赶尽杀绝吗？不是我要赶尽杀绝，是你自己走到了死胡同。化工厂的安全审查已经结束了，小李车队正式接手了通勤项目。而你由于在申报材料中涉嫌严重的信誉欺诈和违规经营，县里的执法大队待会儿就到，他们要查扣你那几辆非法挂靠的残差车辆。老王双眼一黑，整个人栽倒在泥地里。就在这时，2辆执法车闪烁着警灯呼啸而至，几名穿着制服的执法人员走下车，严肃地对着老王出示了证件。王大富，由于你长期违规经营，且涉嫌通过不正当手段骗取营运资质，现依法对你名下的所有承载工具进行强制封存调查，请配合工作。老王像个木头人一样被带走了。他路过那200名工友的时候，特意低下了头。今天进城们先去化工厂新开的职工食堂吃顿好的。妹妹说了，她是主家，请全村劳动力吃红烧肉。欢呼声再次响起，大巴车稳稳的起步，载着这200个为家乡流汗的功臣，驶向了充满希望的远方。而那个曾经想攀高枝却忘了根的老王，彻底消失在了历史的尘埃里。3年后，县化工厂的2期扩建工程已经圆满竣工。那座宏伟的现代化工厂不仅成了全县的税收大户，更带动了周围10几个自然村的就业。大槐树村村口现在修了一座比当年还要气派的候车厅，不锈钢的顶棚下不仅有长椅，还有全天候供应的饮水机。每天早晨5点半，依然是那副熟悉的景象。200号兄弟部现在已经增加到了500人，全部穿着整齐划一的星辰集团工装，排着整齐的队列等待进城。他们的脸上不再是3年前那种局促和自卑，而是一种身为产业工人的自豪和底气。陈哥，今天的活儿还是按老规矩分吗？李大锤现在已经是星辰劳务公司的副总，挺着腰杆，手里拿着平板电脑，正在熟练地分配各工种的任务。我坐在一辆崭新的电瓶巡逻车里，看着这些熟悉的面孔，心里满是踏实。按老规矩，妹妹那边说化工厂3期的维护招标下周就开始，咱们作为连续3年的金牌合作方，这次依然有优先入场权。就在这时，一辆破烂不堪，后面还冒着黑烟的小3轮车吭哧吭哧地停在候车厅对面的路边，车上堆满了捡来的塑料瓶和废旧纸箱。一个弓着腰的老头费劲地从车上挪下来，他小心翼翼地走到路边，趁着工友们还没上车，低着头在地上捡着那些还没被踩扁的矿泉水瓶。那是老王，3年前他因为非法经营和合同诈骗被关了1年，出来后房产被抵押了，老婆带着孩子跑了，小舅子的摊位也早被拆迁了。现在的他只能靠在村里和镇上捡破烂度日。他曾拥有村里最豪华的大巴，曾有机会和这些兄弟一起过上年入10万的日子，但现在的他连在那座候车厅的长椅上坐一坐的勇气都没有。王大富，那儿有个大桶装满了，去捡吧。林总说了，只要你不闹事，村里的破烂都归你收。谢谢李总，谢谢林总。他转过头看着那500号穿着统一制服、正意气风发登上崭新通勤车的乡亲，又看了看自己这双长满了老茧和冻疮的黑手，眼泪终于掉进了装满塑料瓶的编织袋里。他终于明白，这3年来他嫌弃的从来不是那帮人的捍卫，而是他自己那颗不安分且缺乏基本信义的心。他想跨越阶层，却亲手砍断了让他阶层跃迁的唯一基石。清脆的喇叭声响起，那是化工厂副厂长林青的车从工厂方向开过来。他特意在候车厅门口停了一下，摇下车窗，对着我比了个点赞的手势。哥，晚上回家吃饭，妈包了你最爱吃的排骨馅饺子。好，
准时到。车队缓缓起航，夕阳的余晖洒在平坦宽广的公路上，那是我带着兄弟们用双手一寸一寸铺出来的未来。而在路边的草丛里，一个落魄的身影正吃力地蹬着三轮车，在那片曾经属于他的土地上渐行渐远。这世上的路有千万条，但只有走在公道人心上的那一条，才能带你走向真正的富足和尊严。